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龙虎之拳2代》。为什么没录制1代呢？因为1代没有战损系统，人物的护甲打不破呀，所以说选择了2代。人物呢选择了板崎游历。首先演示招式，这2招，一个虎皇拳，一个雷皇拳。这招对面使出来了，叫做百裂掌。说的好听叫百裂掌，说的不好听就是连续的大逼兜。好，我发动了一个超杀飞燕凤凰脚，伤害非常的高。这样第一局拿下。还有2个技能没有展示，一个是极限流碎破，是下后清拳。这招在拳皇系列里边也比较常见。还有一招是燕舞脚，燕舞脚是一个组合技，就是连续的攻击几下。在本作里边，游历是没有升龙，还有那招旋风腿的。这局咱们争取就把对面的战损打出来。人物被投掷之后是可以瘦身进行闪避的，瘦身之后受到的伤害非常的少。好的，这样的话第一个角色打完，不仅是角色的护甲，角色的脸上身上也会有战损。这款游戏 SNK 于1994年出品，不只是有街机的版本，还有超人版。这里第2关来到了机场，刚刚第1关的场景叫做健身俱乐部。第2关的对手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，如月影二。如月影二在1995年参加了拳皇的系列。所以说 SNK 自家旗下的龙虎之拳再加上饿狼传说，就贡献了几乎1半的拳皇角色。刚刚这一招就是极限流碎破。咱们是有2个超杀的，还有一个超杀是霸王降吼拳，但是现在还不会，需要在奖励关卡进行学习。这个系统非常特别，加入了角色的成长系统。上来我的血就空了，这个游戏的伤害真的是高。另外呢，玩起来感觉非常的不方便，就是你使用任何招式都需要你的气槽来支撑，而且气槽消耗的又相当快，蓄力的话非常影响战斗的节奏。刚刚竟然把如月影二的衣服打碎了，谁要看你啊？大家不是来看你的。第3关，麦克98，这个角色叫做杰克特纳，是大先生的手下。大先生就是戴着墨镜，拿着2根棍子的那位，在拳皇96里边也有出场。这个家伙一看就是力量型的。我们通过技巧来打，我的气槽空了呀！我的天啊！我忙活了半天，一脚啊就被人家踢回解放前了。一记猴子头桃，这局带走。这款游戏的操作其实非常的不方便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它是有3个攻击键，拳、脚，还有一个重攻击。其中呢，拳和脚，如果你长按的话，它就是重拳和重脚；轻按的话就是轻拳和轻脚。这个操作真的我十分的不适应。另外呢，你如果按轻拳和重攻击，那是上段的重攻击；如果你按脚和重攻击，是下段的重攻击，可以一下把敌人打倒，但是攻击力都不高。
尤利这个角色，我感觉输出还是挺乏力的，投掷敌人也经常会被瘦身。2个超杀，伤害还可以，但是限制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，使用你的超杀的时候，必须气槽要在80%以上；使用隐藏的超杀，飞燕凤凰角的时候，你的血量要在20%以下。而且一旦你用出去了，你的气槽几乎就清空了。好的，进入奖励关卡，咱们先学这招霸王降吼拳。这里是它的指令，需要你在25秒之内使用出9发才能学会。这就是考验玩家搓招的成功率。用键盘搓这招不是特别的方便。奖励关卡一共是3个，其中第1个是增加玩家的气槽，可以加1块。第2个呢是增加玩家的体力槽，但是体力我感觉用处真的不大，对面可能2-3下你大半根血就没了。第4关的对手叫李白龙，李白龙在人设上是板崎琢磨的朋友，所以说是尤利的叔叔辈了。使用的武功是少林派的武功。这款游戏的难度非常的高，首先就是它的操作，轻和重需要通过按键来进行区分。第2呢，打击感也有一点怪异，很多时候我面对着对手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招式、什么套路、什么技能来打。这里放了一个霸王降吼拳，因为对面呢没有多少血了，直接是防也防不住了。尤利乱舞那招好像是防不了。玩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感觉 AI 很多的技能判定真的是太强了。有血蓝空了，好的，来一招雷皇拳。雷皇拳是从空中往下砸这个飞行道具。我怕我发射一个平行的，他跳过来打我呀。看一下第5关，第5关是来到了码头。码头这个角色叫做铁木君，其实他实际发音就是铁木真。使用的武技是蒙古摔跤术。我的天，这个技能啊，有点过分了吧？把尤利摔成了什么姿势啊？我不太敢近身的接近他，因为他都是一些投技。像刚刚他开场那招是使用了一个超杀，然后马上就接了一个投技。我的血量又闪光了，剩20%了。好了，一个超杀命中，还剩一点，这个超杀大概能够打60%左右的血量。尤利的这个投技一直用了很多年啊。拳皇里边他这招应该是用脚的投技，拳的投技还是那招大逼兜。铁木君这个家伙的技能有问题啊，怎么刚刚那招专摸下3路啊？就是这招啊，太危险了，干了我想干的呀。但是铁木君的这个人设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他来参加这种比武大会，是为了给一些孩子筹措学费。通关之后，应该可以看见他当上了那所学校的校长。
好的，他已经防不住了。咱们应该要打12场，一共12关，但这款游戏的节奏感觉稍慢。第6关，国家公园，这里打板崎良。板崎良看起来是在这儿修炼还是怎么？那边把一个铁桶吊起来了，里边装的沙子当沙袋。好像板崎良是十分贫困的格斗家呀，和罗伯特是不能比的。尤利的这招空中抓人还是很好用的。具体的指令我不大清楚，但是我感觉跳起来和敌人近身之后，按下按中攻击就可以了。防住了，最后一屁股把他干掉了。用屁股顶人这招，好像很多的格斗游戏的这种灵活型的女性角色都会。请务必对我使用这招啊！游戏还有一个操作键是挑衅，可以消耗对面的气槽。这个按键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本来这个气槽消耗的就快，我都舍不得用啊。好，我也蓄一下力。这次一个霸王降后拳，他防不住了。看一下下一个角色，板崎良也是拳皇系列的常客了。我还是来长气槽吧。长气槽这个奖励关非常的快，你就是在进度条长满的时候或者接近满的时候按一下 A 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你的气槽就会长一小块。第7关了，拳击馆。拳击馆里的这个货叫做米奇罗杰斯，人设上也是大先生的手下。他本来是一个拳击手，但是在一次比赛当中失手，把对面给打死了。所以说他来参加这次格斗比赛，就是想重返赛场。这个家伙非常难打，我就利用了尤利的重攻击、拳头的重拳，和他拉开距离。对面的拳其实比我长，但是我要早用一小会儿。对面其实也是有对空技的，你开场跳的话，他肯定会把你打下来。但是拉一个中距离，他就很少用了。防住了，差一下。我的天啊，就这点血啊，磨了我半格。感觉对面的轻拳怎么这么重啊？第8关，
第8关这个场景，加西亚之家，加西亚是谁呢？就是罗伯特呀，罗伯特叫罗伯特加西亚。你看人家的豪宅，人家的车，这里就是家暴现场了。打罗伯特可以使用这个套路，吸引他跳，然后再抓他。感觉远距离的霸王降火拳都打不中对手，中近距离还可以，太近也不行。这里打了一个 perfect， 尤利还发了点福利啊。爆一这个系统后来在95里边、94里边也有。SNK 属于掌握了流量密码呀。他又跳。其实这个套路哦，在街霸2代里边打春丽用得到，打 AI 的春丽。好的，无法防御了。咱们已经打了大半了，后面应该还有4个角色，看一下第9个。第9关来到了克劳利机场，这个家伙一看就是军人出身。他在人设上是大先生的前战友，但是现在隐退了。同样中距离进行牵制，这个游戏的套路真的乏善可陈啊！那个狗子还在咬我。好的，吃我一发波动拳，他竟然没防御啊！这款游戏到后面的 BOSS 还有最终 BOSS 难度更高。你可以看见我打每个角色都不算轻松。我的天，被他推了一个超杀呀！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技能呢，看我的血量，6成没有了，又踢了一脚。哦，一个超杀带走，这招应该是防不了。奖励关，奖励关，咱们还是加气儿吧。这个气槽不够用啊，用2下感觉就空了。虽然每个奖励关卡涨的也不多，但是聊胜于无啊。这里不要追求涨满，涨满的话很容易按过了，你就等它快要满的时候按下就可以了。涨血的那个奖励关就是上来很多的杂兵，你去打他们，需要快速的打倒多少个。好，这里打金，之前也说了，很多时候翻译叫穷啊。这个角色的人设非常有意思，在龙虎之拳初代的时候 ，SNK 甚至没有决定好他的性别。这个角色的人设最开始也是给大先生打工的。但是在2代里边，他应该是开了自己的酒吧。哎，打倒了，和我想的不大一样啊！哎呦，我用的超杀，这局试试吧，这局试试啊！咱们用一个必杀技把他打倒。晕了吗？
没晕，没晕，还踢了我一脚。我感觉他是晕了呀，这个判定好怪异呀。我的血量也不多了，我感觉这局我很占优势，结果打来打去呢，我的半根血也没了，对面的血条比我长。我如果想把血条涨满的话，应该还有2局奖励关才能涨满，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奖励关数量有限啊。我刚刚发了一个波，这波挺大呀。然后是第11关。刚刚我介绍这款游戏是12个关卡，如果咱们玩的时候中间输掉一局的话，那就是12关；如果咱们一局没有输，那会打第13关隐藏 BOSS 吉斯。第11关打的是板崎卓摩，也叫板崎卓玛之类的，它的名字翻译有几个版本。这个场馆一看就是极限流的场馆，后面那个黑大个很有可能就是极限流巴西分馆的馆长。我记着前一阵子我给大家录制过《饿狼传说：狼之印记》，里边就有他。在《狼之印记》的剧情之前，他曾经挑战过板崎良，但是失败了。我的天，板崎卓摩呀，一发霸王降火拳呼脸。打不过板崎良正常啊，毕竟人家亲儿子，亲传弟子，不会留一手之类的。什么龙虎乱舞、霸王降火拳都会。我刚刚使用了一个空中投掷技，但是没有抓住。我的天，我就这点血了！一个飞行道具被普通的一拳给打没了。好像第1局的时候，对面板崎游利的一个飞行道具也被我的脚化解过。所以说这款游戏的很多判定真的不可思议。第12关了，这里是停车场，这就是大先生。在拳皇96里边，他是和克劳萨还有吉斯组成的 BOSS 队，所以说实力还是非常的强。在94年的时候，他完全就是一个 BOSS 的实力。越到后面可能就是退化成一个准 BOSS 金银怪之类的。毕竟呢，他只是吉斯的手下。我发现啊，咱们现在这个舞台叫做南镇。南镇这个地方真的是卧虎藏龙啊，有好多的格斗家，有很多的大奸大恶之徒。南镇这个地方在 SNK 的格斗宇宙里有一点像 DC 宇宙的哥谭市一样的民风淳朴啊。第2局打这个货一定要小心，防他突进这招最好是蹲防，我感觉站着拉后有的时候防不住。这局不错，很占优势啊！好，把我刚刚那招化解了，这下他又瘦身了。我没有气槽了，这一个轻拳带走，近身的轻拳，使用肘部攻击。
然后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哇，这款游戏啊过分啊！当年的格斗游戏很少，你能够一个游戏币玩到半个小时左右，一般可能10几分钟、15分钟左右就完事儿了。这可好，已经25分钟了才打最终 BOSS。好的，来打吉斯。那游戏剧情里这次的格斗比赛就是吉斯组织的，发的邀请函。那每个人参加这次比赛的目的也不一样。吉斯这招战防，防完之后抓他，这招是几乎他唯一的弱点。而且他攻击力非常高。我的天，防御能力也不低啊！刚刚一个霸王向后拳呼脸，好像只打了1/4的血吧，这个有点夸张了呀。这也太肉了！我打他是没有机会攒气槽的，每局呢咱们就这一条，用没了就完事儿了。充血了吧？没挂。谁挂了？谁挂了？哦，他挂了。吓坏我了，以为这个货的攻击力高啊，我还以为相杀了呢。但是打最终 BOSS 的时候可以输一局，输一局的话，大家懂的。而且咱们不能普通的输啊，不能用拳脚把咱们解决，最好呢是一个必杀技。吉斯刚刚是放了一个超杀，他超杀好像是一个连5技，上来一顿打，又一个霸王向后拳呼脸，你这个货挺吃的呀。但是输出一般，哎，他蓄力了，不让他蓄啊，差一点了，差一点了，啊，一丝血，一个投技打了一丝血。好的，同样是一个雷皇拳，让他躲不了了。那咱们就通关了。这款游戏总体来说难度非常高。操作也不是很便利，轻拳和重拳需要短按和长按，打击感我感觉也有一点怪异吧，毕竟出品的年代比较早。但是好在这款游戏算是建立了龙虎之拳的这套体系，很多的角色也在后来延伸到了拳皇系列当中。这里就是板崎游历通关后的剧情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龙虎之拳2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